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明明刚买的新衣服穿了没几次拉链就坏了，这也太恼人了吧！衣服新买的又不舍得扔，要是去外面找裁缝又要额外花钱，那么算一算又不值得了。其实衣服拉链坏了，我们自己在家都可以修好的，根本不需要花钱修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3招修改衣服技巧，没有缝纫技术的小白都可以学会的修改，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的，简单又实用。我们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修好拉链方法1，平时衣服穿着好好的，有些拉链就开始出现各种故障，拉链迟掉了。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很烦人的，拉链就无法插进拉锁里面，这样等于衣服拉链报废了，根本没办法穿了。如果换一条拉要20元钱的，这样算就太不划算了。那么遇到拉链掉迟的这种问题，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花钱拿去修，也不用换拉链的，那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能修复好的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，这个拉链齿问题，自己在家2分钟就能轻松解决，方法也是很简单。首先我们把拉链完全打开，要先找到拉链上面掉了齿的地方，观察上面大概掉了几颗齿。如果你掉的是2颗齿的话，那么就只需要补2颗齿就可以。接着找到衣服衣领的地方，看到有一个拉链头，这里作用主要是防止在拉拉链的时候把拉链全部拉出去了，平时的时候很少会拉到这个位置。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地点位置下手，紧挨拉链头下面的这一颗齿，用手钳将它钳下来。在钳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伤到自己，夹住齿的2头，用尖嘴钳稍微一用力扭一扭，这个齿就掉下来了。拉链上面掉了2颗齿，1颗齿是不够用的，还需要再取1颗。这边已经取掉了1颗，不能再取这边了。为了让它看起来比较整齐，就需要从衣领的另一边，还是拉链锁最下面的这一颗，用尖嘴钳轻轻夹住一拧，这颗齿就轻松地被取下来了，这样就得到了2颗拉链齿，数量刚刚好。我们接着找到刚才掉了拉链齿的地方，从顶端取下来的拉链齿卡在上面，用手钳子将它夹紧，多夹2下，让它可以更好的贴合在上面，这样可以让拉链更顺滑，也会更结实的。不一会拉链齿就安装好了。我们接着再装第2颗，方法和刚才一样的，需要先把它放在上面，用手钳子用力的将它夹一夹。第2颗拉链齿也安装好了，大约2分钟左右，2颗拉链齿就已经完全装好了，根本看不出来是我们自己修的，自己安装上去的。来看一看安装好的拉链齿，用起来到底怎么样，好不好用呢？找到拉锁的位置，将拉链往上拉，非常丝滑。再来看看它的丝滑程度，就单方向的往上往下拉，都非常顺滑，没有出现一点卡顿。怎么样，这个方法修拉链齿是不是很棒呀？适合很多拉链的衣服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修改拉链第2个方法，需要准备锡箔纸。我们先把它折几折，6折8折就差不多了，足够坚硬就可以。再把它捋平整，对折一下，剪下一小段。现在拿起坏的拉链头的地方，拿一个剪刀，拉链头底端开一个小口，疏通一下，这样方便锡纸进入。另外一边也需要通一下，把刚才折好的锡箔纸给它插进刚才疏通的2个孔里面，塞好了，稍微给它按压一下，整理定一下行。接下来准备502胶水，沿着底端的小孔把它倒进去，用手使劲按呀，固定好就可以了。
我们来试一下修好的效果，到底如何呢？这样卡上去，可以轻松就能拉上去了。大家如果觉得锡箔纸难看的话，也可以给它刷上一点颜色，衣服什么颜色，那么锡纸就涂什么颜色。这个修改方法操作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，就算没有缝纫技术，小白都可以学会的。需要的朋友们赶紧也回家试一下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喜欢我的视频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修改拉链的第3个方法，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一根吸管就可以修复这个拉链问题。老公喝完奶剩下的吸管，需要用手将它这样挤压一下，压出棱角来。吸管本来是圆柱体的，用手一压就扁了。这个时候把刚才的压痕吸管用剪刀将吸管的一侧剪开，大概剪到2公分长的距离就可以了。拉链坏的多长就需要剪开多长，拉锁的这一面看看有没有毛絮的地方，再把它修剪一下，修剪平整一点，这样更好看的，后期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。现在将吸管剪开的这一侧需要卡在布料上，第1颗拉链扣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接着需要我们用手压住，再用剪刀把塑料胶管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剪掉好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它只是卡在了上面，还是没有固定的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家里针线，针上面颜色的线要和塑料吸管的颜色相接近，这样缝出来才会更美观的。我们需要把针上面的线换成拉链衣质的颜色。第1针从拉链条里面往外扎针，大家可以用自己最习惯的方式来缝，怎么好看怎么缝就可以了。缝的时候尽量缝漂亮点，最后一针的时候需要在里面打上一个结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缝好了，现在把线头剪掉。这时候需要钳子用力的将它夹一夹，塑料吸管原本比较圆润，压好就会变得平平的扁扁的，这样才能把它插进拉锁里面。再用剪刀把超过衣服长度的吸管剪掉，剪好就是这样的啦。我们来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，能不能拉好呢？哇，真棒！针是很丝滑的，就插进了拉锁里面，这样拉链就修复好了。拉好就是和之前一样的，找吸管的时候，可以找一个和自己衣服颜色相近的吸管，或者用彩笔涂一涂，这样也可以变得更好的。这样缝好，根本看不出是自己修复的。学会这个方法，再也不用担心家里面的拉链坏掉了。根本不需要花冤枉钱去外面修，自己在家就能轻松修复了。相信很多朋友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原来不用的吸管，家里厨房锡纸，除了可以用来喝饮料做美食之外，还有这么多的神奇妙用啊！需要的朋友们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加收藏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